台湾的股票市场的市值啊，我们换算美元大概就2兆2600亿美元左右，排到世界第10名了。也就是说，我们赢德国一点点哦。台湾2300万人赢德国，这是大事啊！我要特别请教周总，就是说，期货现在台湾的交易量在全球大概可以排在什么位置？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这个礼拜的单元，我们特别邀请到期交所总经理周建龙总经理来跟大家共同分享期交所这些年当中，他们做了哪一些变革，然后呢，在市场上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台股在今年涨到24416.67。大家可以感受到市场带来的充沛的买气跟活力。期交所呢，现在呢，我们看到2023年日均量成长的60%哈，为平仓量呢成长也达到40%。台股在今年啊是真正水涨船高的一年，欣欣向荣的景况，一直到7月呢，台股才涨多回档。大家看到一个最简单的数字，在2019年以前呢，台湾的银行存款一年增加1.5兆，那么从20年到今年来看呢，整个银行存款增加超过10兆，放在市场上，我们也看到 ETF 呢欣欣向荣。现在在期货市场出现什么样的变动？我们先请周总经理跟观众朋友问候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市场上在这几年，我们也感受到期货市场比过去呢要活络很多。那我想周总的带领是功不可没，我们可以请周总来介绍一下。谢谢社长，也谢谢各位观众哦。今天很高兴有这机会来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台湾的期货市场。那期交所其实已经成立26周年，就像社长刚刚讲的，大家对股票市场的这个动态其实非常关切，大家也开始慢慢了解期货的功能啊。所以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期交所扮演的角色哈。我们先从避险争议、价格发现。那当然，价格发现很简单，就是3个月到期或者6个月到期以后的商品，大家可以现在就在这个平台上来先交易。避险争议，先讲避险哈，比如说大家长期，尤其是法人，长期对台股是抱有非常大的信心，但是又担心说将来如果资金要配置、要调整的时候，要出场，会担心股价可能那时候不如预期，那会赚了股息，但是又赔了股价，所以这时候期交所就是提供一个很好的避险的管道。那另外争议的部分就是期货市场是一个有各式各样操作策略，很方便操作的一个平台。比如说你单纯就是看某一个涨或跌的趋势，那你要做多做空都可以。那另外期交所还有更弹性的，你对同样的商品，但是它的规格不一样，你就可以去做价差。这样我们举个例子，像台积电现在，台积电期货现在是非常热门的，尤其是刚好最近这个 AI， 我们甚至已经把台积电也放到夜盘，那它的交易量也都非常好。台积电也可以跟大台、小台去做避险套利、价差交易都可以，所以这就是很简单的这个功能。但是讲这个价差套利好像有点让大家觉得是投机，但是也就回到比较高层次的，就回到说期交所的角色。其实我们的期交所网站有另外一个 slogan， 叫做服务实质经济。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国外的大型的投资机构，他在看他全球的配置的时候，他会先看这个市场有没有一个很活络、很健全的期货市场，来决定要不要投资这个国家的股市。那另外比如说一些指数编制公司，他在看各地区各国的这个权重，也会看它有没有一个健全的期货市场。期交所在服务实质经济上是扮演这种角色，所以不是一个主角，但是是稳定一个扶植这个证券市场成长的一个动力。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波动很大的时候，那个其实经常会有交割。比方说这个武汉封城2020年，对很多人措手不及。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比方说市场变动激烈，对投资人所造成的这种这个补差额啦，然后断头啦，这个情况这几年我相信应该减少很多。对，就是说，其实虽然我们刚刚讲说，期货市场当然它有很多获利的机会，但是其实因为它是保证金交易，所以有很好的杠杆的效果，很大，对，所以有很好的杠杆效果。那所以这个就是期交所除了一方面在推广我们的市场、我们的商品外，其实我们在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风险，我们花了很多力气，一直不断强调说保证金交易的特性，然后你有可能会被扣 margin， 然后甚至要代为冲销，就是俗称断头这种，所以大家其实都操作策略上就会相对比较注意关注，不会太大胆。那另外我们也有很多风控的机制，
价格稳定的措施，所以这些机制都是让这个市场可以更稳健。就像市场刚刚提的，会减少这些交易人发生违约。比如说我们现在涨到24000点，那这个风险的确是有提高，所以我们保证金也不断随时在调整、在增加。所以那这些都是风控机制里面的一部分。你先从成交量来看，就是说我们刚才一开始讲个股期货的日均量大概今年比2023年成长6%，未平仓的交易量大概成长4%啊，这个变化其实都很大的。那如果你从量的角度，比方说我们现在看 ETF 这几年实在难以想象，为什么？我们最早我记得90年前后我们只有4档封闭型基金，因为大家都买不到，所以那股价从10块涨到66那个简直每天都涨停板，疯狂嘛。对。大概到2000年之后我们很多银行柜台，你要买基金只能买海外基金，但是呢缺乏本国基金所以后来我们就从主动基金到被动基金，到现在 ETF 呢，我相信本土型的 ETF现在前3名大概加起来就1兆的所以这个是变化非常大的。那期货市场这几年的从量的角度来看，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跟变化？期货市场大概有2个角度一个是其实这些 ETF 他们在操作的时候，他们也需要避险，尤其是它有杠杆的、有反的、还有倍数的那这些他们都需要到期货市场来避险，对我们期货市场的量也是有很大帮助。那最近这些个股期货，大家开始慢慢熟悉说，类似的操作其实也可以在期货市场来做，所以也越来越多人关注这个期货市场的个股期货，这个量也会持续的成长。另外我们也发现刚刚提到的避险的需求我们一开始讲说避险需求大概都是法人，但是现在我们也发现刚刚社长讲的未平仓量持续在成长，我们发现里面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自然人，所以表示这些长期持有股票的自然人开始了解到期货市场可以发挥一个避险的功能。好，我相信现在很多新的商品就是说台湾现在很多都期货人晚上不睡觉嘛，还有夜盘嘛，对不对？全球交易所其实都连结了。那台湾的期交所现在跟国际上现在的连结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国际商品引进台湾之后，现在有哪些比较热门的商品？我们先讲这个热门商品好了。我们现在在台湾期货交易市场里面，我们引进了美国的这个指数。期交所是大概全世界第一个交易所，唯一一个交易所。有道琼 S&P 500，有道琼 S&P， 有纳斯达克，然后还有费半嘛，对不对？这全部都有。然后这些全部都是在夜盘交易，所以很早以前大家在讲要推夜盘，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比如说交易时间延长，然后业者的成本就增加，然后晚上大家要睡觉可以交易嘛，所以最早我们把我们的台指期货放到 Eurex 欧洲的 Eurex 去挂牌，欧洲的交易时间比较晚，所以就等同是在欧洲已经有了台湾的夜盘。合作了几年以后，国人开始慢慢熟悉，夜盘交易其实有它的必要性，也有它的交易机会，我们就自己来建自己的夜盘交易，然后就把美国的商品引进，因为美国刚好是我们晚上在休息的时间，是美国刚好它开盘的时间。我们自己原来很热门的这个大台、小台，我们也放在夜盘交易。一开始我们也没有预期它交易量会那么好，现在回头来看，夜盘交易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跟欧洲市场跟美国市场的交易时间是重叠的，市场有任何波动的时候，我们在期交所就可以立即反应。这一种市场的领先性，其实在台湾大家的投资观念已经比过去要好很多了。交易所跟全球的连结现在比方说各国的期货交易所都有合作关系，甚至并购也是时有所闻。那以台湾的期交所现在在国际的战略跟定位上，我们的期交所有什么样新的想法？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早期是一个国内市场，但是我们也开始慢慢希望吸引全球的交易人到台湾来。我们希望我们变成是一个区域性的一个交易所。我们现在还持续在进行的一个合作，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海外的商品交由这个德国交易所 DBAG 去帮我们发行，因为 DBAG 在全球它也有很多它的这个行情的这个通路，全世界的交易人都可以看到期交所的商品。那原来对期交所不熟悉的，他可以先从了解这个行情的走势，或甚至开始来模拟测试交易，之后觉得他的交易策略是有获利空间的，他就会进到台湾的市场。国际的这个交易所也有一些策略，比如说共同宣传，那也是让台湾可以让世界看到的。那另外我们也参加很多，比如说我们主办国际会议，担任国际会议里面的监察人啊，这些重要的角色，那也是希望可以推广台湾市场。那所以其实外资参与比例在早期不是很高，
但是这几年，尤其最近这几年，慢慢成长，已经到了30%，所以期交所已经慢慢变成是一个国际性的，至少是区域性的一个重要的交易所。我想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数字啊，就是说，你看台湾的整个股票市场的市值啊，现在大概我们会到70几兆，我们换算美元大概就2兆2600亿美元左右，我们大概已经排到世界第10名了，就是说我们赢德国一点点哦。台湾2300万人赢德国，这是大事啊！我要特别请教周总，就是说，期货现在台湾的交易量在全球大概可以排在什么位置？如果光从这个交易量来看期交所现在大概在全世界大概在19、20名左右，在我们前面是日本，大概赢我们一点点。香港早期是在我们后面，但是它后来并了 LME 以后，交易量就上来。那在更前面的大概是有一些大陆的交易所 ，commodity 就是它的，比如说棉花啦、大豆啦这些东西是很大的。其他的欧美的交易所，还有印度交易所也都是排名比较前面的。当然，这些交易所各自有他们各自的特性。比方说，你像新加坡很可能以汇率货币上的这些债券的操作为主了上面可能中国跟香港很活络，在台湾去做商品期货的人好像没那么多啊。对，没错，台湾还是以主要我们95%以上股票就是 equity link， 就是跟证券市场指数还有个股，但是我们也持续在观察，比如说像全世界现在大家开始在谈有没有碳的商品，碳权交易，或者是在国外开始在讨论很热烈的虚拟资产。对，好，那这些东西当然现在比特币今年在美国的市场挂牌，台湾将来有没有这个想法？我们会持续观察，推一个商品其实要看有没有很活络的市场，然后再来是法规有没有健全，那这些东西都是持续值得观察的。所以我要特别请教周总，就是除了股票跟一般指数的期货以外，在期交所有没有看到台湾现在在投资上比较潜在有利的期货的商品？因为股票大家很熟悉。其实我觉得期交所还有一个黄金啦，黄金相对还是有一些人在关注，除了证券交易所的汇率呢？汇率其实我们挂了蛮多的，我们也挂了英镑、澳币、日元，那个相对是我看过还有很大努力的空间。个案呢，就是台湾的投资人去香港操作汇率的期指选择权，2、3下就清光光啊，那个很可怕的啊，对不对？那个波动很大嘛但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说期交所下面我们台湾有很多期货公司，这些期货公司其实我看到他们的财报表现非常稳健的，看起来这个市场是未来还是有很大的潜力啊。对，期货市场其实是未来有潜力，而且期货市场真的是全球的。是市长刚刚讲到的，就是这些期货公司他们获利很好，其实它也有很多是除了在台湾做以外，他们也做副委托的这个交易。这个商品是全球化的，然后资金也是全球跑，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期交所一直要强调说国际化、接轨国际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比如说，在我们期交所成立之前，摩台指就已经在新加坡挂牌了，所以不用在台湾有期货市场，在新加坡就可以买卖台湾的指数期货，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也是一个动力。所以国际化对我们期交所的每一个同仁来讲，几乎就是我们的 DNA， 所有的事情都要国际化，要标准。所以我们很早就有逐笔交易，在几年前也推出了夜盘，然后把国际的商品拉进来，目标就是希望我们是一个可以让全世界的交易人都看到，然后也方便他们来交易的一个平台。期交所还有个5月2号开始推出一个群光期货、神机期货、至上期货、小型技嘉期货4档股票期货，对市场上反应也不错了我坦白讲，我是很陌生的。周总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4个商品。我们大概每季都会去看说，到底还有哪些商品、哪些股票适合来挂期货，让大家交易或者是让大家来避险那我们大概都会看在现货市场那边比较热门的股票或流动性比较大的，它上一季不能被列为注意股票警示股票。那其实我们在7月29又多挂了几个，对，我们挂了嘉登小型的世纪钢。早期我们在推这个个股期货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契约的价值是2000股，因为期货是保证金交易那这个契约价值越高，那你需要考虑的风险就越高，你要缴交的保证金也就越高那保证金太高，可能就会不容易操作，跨入门槛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就考虑有一些契约就推出了小型的比如说我们的小型个股期货
就是100股 ETF 也是一样。对啊，现在就是说小微投资人了就是说市场上年轻世代开始进到股票市场。那我想年轻世代在期货市场大概有什么样的参与度？年轻世代其实也慢慢开始在进入期货市场，但是相较比较没有像股票市场那么多，因为现货市场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去买零股，期货市场毕竟还是一个你需要真的对这个市场多一些了解。我们当然是鼓励，所以我们在大专院校也都有很多的讲座，我们有很多模拟竞赛。我们希望年轻人了解这个市场，但是不要太急迫。最后我们要请周总来给投资大众说明一下，因为期货市场是高杠杆，那如何要有防身术能够在投资规划上避免风险？我想最后来给投资人一些忠告。就是说，刚刚提到了期货市场，是有很多操作策略，比如说你要去买一个台积电，比如说900多块。但是你如果去买一个台积电个股期货，你可能90几万，你可以做好几口了，对不对？但是杠杆比例要不要放这么大？还是说你同样就是拿90几万来，但是只买1口、2口，那你相对你的风险比例就很低。所以这个在操作策略上，这个都是大家可以去考虑的。或是刚刚讲到，我们现在有小台，我们7月29又推出了微台，微台现在是每一点10块，所以24000点，大概7月价值只有大概24万，那相对于我们的大台400多万的这样的价值，那它的保证金相对低，但是还是要稳健的操作。另外一个我们要提醒的就是，还是要找合法的期货商，对，因为也有很多诈骗的案件。那我们自己除了不断的宣导，我们也会主动去看看这个网络上有没有这个冒名的，比如说冒名是期货交易所，叫大家 login 去下单的。那另外比如说也有广告，像社长也是我们是受害者啊，对。我们疑似诈骗广告，我们也会主动去侦测，然后去通知这些社群，通知主管机关让他下架。就是希望说大家开始慢慢对期货市场了解了，也开始进来交易，然后我们也不希望说让这些诈骗的事件来干扰大家进行期货市场的这个操作跟交易。我想这个非常谢谢周总啊！我想给大家特别呼吁一下，大家知道你如果看到 LINE 或看到 FB 人家叫你交钱汇款，千万不要这样。我想风险意识不要让自己在为了贪图小利把这个老本都输光了。那我想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周总经理在百忙当中来跟大家看看台湾的期货市场，我们在全球的竞争力，也看到台湾期货现在的交易正在欣欣向荣的路上。今天非常感谢周总经理，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